朋友们，你是一个有拖延症的人吗？你知道如何克服拖延症吗？我们先来自我检测一下，看看自己到底有没有拖延症。首先，你有没有在明明计划好并且必须要做的事情面前，迟迟都无法开动？一会儿玩手机，一会儿回个消息，一会儿发个呆，总之就是没办法高效率的开始。然后你的内心就开始纠结，情绪也变得烦躁，直到挣扎到最后的期限到来，要么没办法，只能无奈的潦草开始，要么只能彻底放弃。总之，大部分的宝贵时间就这样被无情地消耗掉了。我们通常就把这种情况叫做拖延症。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困扰，那就耐心看完这条视频，我相信一定可以彻底帮你解决这个问题。因为我们在搞清楚了底层的规律以后再改变起来，其实就一点也不难。首先呢，我并不是很喜欢拖延症这个概念，因为有了它之后，我们就很容易把自己的问题都归结于外在。如果我们把自己的问题归结于拖延症，拖延症听起来又好像是一种病一样，是吧？而得病的人又是无辜的。你看，人性使然，我们总是想方设法地给自己找理由、找借口，目的就只有一个，那就是逃避，不想向内求。但是也别误会，我同时也不认为这种状态就需要被谴责和批判，把它归结于个人的惰性和失败。因为理论上呢，谁都有拖延症，无非是严重程度上的差别而已。其实任何一个人都有不愿意改变现状，都有想做简单的、逃避复杂的和困难的这个本性。因为人类的习惯之一呢，就是本能的想要保持在让你曾经一直以来都觉得最舒服、最熟悉、最习惯的状态当中。比如玩手机、躺着发呆、吃零食，待在你熟悉的环境里，做你熟悉的工作，等等等等。除非能有一种外力出现，去强行让大脑去改变这个认知和习惯，让他觉得无论如何也都必须要进入新的状态才可以。但是这个太难了，因为你的大脑绝对不会无条件地服从你的安排的，他时时刻刻都认为他自己才是你的主人。但是有意思的是，这么多年以来呢，你也一直认同于他的确就是你的主人，难道不是吗？所以今天我们说的话题其实依然还是我们实修的范畴，是我们要出离头脑、跳出思维控制的修行的一部分。核心就是如何用你的自由意志去驯化你的大脑。大脑既然不是我们的主人，那它只能是我们的手下，我们就得学会在合适的时候去运用它。我们要知道一点，大脑其实往往并不知道我们真正应该做什么，怎么才能把它做好，因为它只能依赖于它固有的，都是别人告诉他的那些认知和知识，然后再依照他们做出相应的想象和判断。而他的习惯就是要以他自己认为最舒服、能耗最低、对自己最有利的这些为前提，这就是他的工作模式。这也是所谓的拖延症为什么会存在的真正的原因。如果我们想要克服这种状况，让我们的大脑可以跳出固有模式，反人性的去听从我们的自由意志的指挥，去做事，就和那些绝世高人们一样，那我们就必须要告诉他一套全新的规则和体系，然后还得让他不得不去这么做。这就是我说过的给你的大脑重新编程，必须是我们来控制和指挥大脑，怎么能让它反过来呢？对吧？好，首先我们要在心理层面上做一点简单的工作，那就是你得先跳出来告诉这个正在思考的你，眼前你正要做的事一定能做到。你别小看这个动作，这就叫做锚定，也叫强行给你的大脑呢植入一个新的命令。这听起来呢好像是一句废话，但是十分的管用，
因为你一旦开始怀疑你自己能否做到，那么你放心，很快你就会真的做不到。因为怀疑和犹豫这些消极的念头很容易就会被系统所捕获，产生出相对应的负面情绪，然后再消耗掉你的能量和专注力，让你根本无法去保持专注的正确的行动。前面已经讲过无数次了，专注力就是我们的自由意志。如果失去了专注力，我们的肉身就又一次失控了，除了造业什么也做不成，而这就是这个系统想看到的结果。所以一定要先相信自己能够做到，在这里绝对不能给大脑任何胡思乱想的机会。这种心理上的矛盾和暗示的力量非常的强大，所有取得了伟大成功的高人们，无一例外都是先做到了这一点。这其实也是我们在摆脱头脑思维的控制，提炼我们自由意志的一个实修的过程。好，心理层面说完以后，接下来我们来说行动层面，这就是更关键的一步了，也是我们对拖延症的必杀技。那就是当你在做会让你习惯性拖延的事情之前，你要给自己设置一个启动时间。什么叫启动时间呢？说具体点，就是不管你自己的内心如何抗拒，如何怀疑，如何拖着不想做，你就什么也不管，就是一门心思的先进入行动的状态，先把这件事给它启动了再说。千万别小看了这个启动时间。我们之所以会拖延、会磨蹭、会效率低下，就是因为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呢，在步骤当中缺少了启动时间这一项。我们太自信了，总是觉得我们能控制我们的大脑，结果最后往往都成了大脑的奴隶，成了思维的奴隶，成了情绪的奴隶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总是失败的根源之一。就比如你需要在电脑上写一篇文章，那这个启动时间就是马上打开电脑创建一个新的文档，不给大脑任何思维活动的时间，不给它在习惯里停留的时间，随手呢就开始敲字。记住，这个时候你先不要管自己具体做的怎么样，写的怎么样，目标呢就只有一个，先动起来，把你的结果忘掉。放心，当你如此一番操作之后，不一会儿你就会神奇地发现，你真的就可以进入到高效的行动状态了，甚至呢还可能会不知不觉地进入心流的状态。你的身体和大脑就像是从沉睡中苏醒过来的一样，丝毫没有了之前的这个停滞不前、怀疑、抗拒、纠结、拧巴的感觉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很简单，因为你成功地把你的大脑给套路了，你完美地利用了它，就是一台2元模式的计算机，它只能调取已知的存储，然后做判断这个本质。既然我说过要把大脑当工具，那我们就要先清楚这个工具的属性，对吧？说白了，我们其实就是在用我们的自由意志越过大脑，直接去调动身体，让身体呢装作已经进入了高效专注的工作模式。没错，是假装，我们就是在欺骗大脑。记住，尽量还得装得久一点，这样你的大脑就会真的认为现在已经进入了工作模式，于是呢，它很快就会乖乖地切换成真正做事的状态。还有，不用担心大脑不会连续地被我们忽悠，你还真高估了它。正相反，如果之前你已经做过了很多次这样的操作，那么你的大脑就会傻乎乎地形成一个新的习惯和反应模式。别忘了前面我们说过的底层逻辑，它会本能地保持在最熟悉的行为模式。所以当大脑已经熟悉了这种固有的工作模式之后呢，它的状态切换会越来越顺畅。好，说了这么多，其实做法很简单。你要是想写文章，你就对自己说，我一定能写好，一定能写出爆款。然后你就打开文档就开始敲字，
你要是想健身或者减肥，你就对自己说，我的身材一定能变性感。然后呢，你就换上健身的装备，准备活动就先做起来。你看，打开文档先敲起来，或者说先换上健身的装备。这些动作都是在干什么的？都是你在直接用自由意志指挥身体，跳过大脑去欺骗大脑，对不对？你一旦明白了这个规律，那你做其他任何在你能力范围以内的事情的时候，也都同样适用。所以强行给自己一个启动时间，才是针对拖延症最有效的方法。拖延症的症结绝对不在于拖延本身，而在于因为逃避而拒绝采取行动。由于拒绝行动，从而呢会更加缺乏心理上的动力，而启动时间呢就可以非常精准地切断这种恶性的循环，根本就不让你的大脑有机会去思考。比如我只想做得更好，我看完这条视频再开始，我晚点做也没事儿，我要是做不好怎么办？等等等等，这些有的没的胡思乱想。所以无论如何，你只要先动起来，不要去想结果。你看，这依然是我前面讲过的不住果。只要你一住果，你必然会影响你当下的行动。那你只需要先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，因为之前我做到过，所以现在我就应该也同样可以做到，并且还能做得很好。然后你就可以放心地假装去工作了。放心，等你假装到一定的时间，一般呢是5分钟到20分钟，根据个人的情况不等。你放心，你自然就会开始真正的进入状态了。当然，启动时间只针对于那些你已经做过了很多次，而且已经取得过结果的事情比较有效。如果是一个全新的工作、全新的挑战，甚至是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外的，那么无论你有多长的启动时间，也不一定会有多大的改善了，因为你的大脑当中根本就没有对应的流程和方法。不过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，并不在我们今天的讨论范畴之内，因为拖延症往往都是指向了自己的效率和行动力。最后说到底，一个人每天最多能够保持持续专注的状态，一般也只有限的那么几个小时而已。所谓的心流状态也最多不过能保持几分钟到2个小时左右不等。而人性天然就喜欢新鲜和刺激，对于重复而又缺乏乐趣的工作从来就心存抵触。所以呢，更高级的做法应该是你如何从中找到热情和价值，而不是寄希望于某种特定的方法。心理锚定加启动时间这个方法呢，可以在术上给你一定的帮助，但是如果你可以从根本的心念上去转换，可以做到让自己在做应该做的事情的过程当中呢，不觉得苦和累的存在，那就属于王阳明说的在世上练的实修了。你就是在从更高的维度上去解决这个问题了。比如，如果你确信你要做的事情不单对自己有意义，而且同时还能帮助到别人，也就是说你在成就自己的同时也同样可以成就他人，那么拖延症这种东西又怎么可能困扰到你呢？对不对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